前段时间拍了一个八卦掌为什么要扣步的视频，反响比较好。这一期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八卦掌为什么要扣步和摆步。这叫扣步，这叫摆步。我们先说用法啊，再说套路。首先为什么要扣步呢？我们先结合摔跤的一些动作，方便大家理解，然后再说传统武术。例如我们两个人抓住把位之后，他的左腿在前的时候，我们扣步最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扣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撞击对方的大腿内侧。人的大腿内侧是不受力的啊，你稍微轻轻的一撞他，他就会挪到后面去。这个时候人是非常不稳的，因为他两个脚是平着的，包括身体有一点点前倾。这个时候伴随着我们把对方抛进来，就很容易摔倒，这是摔跤的一个动作。当然它不仅仅是这一个动作哈，只要是对方是我们两个都是这个腿靠的比较近，我们稍微一扣步，然后我们还可以接踢啊，也是很容易把对方摔倒的。一个是朝这个方向啊，扣步朝这个方向摔，还有一个扣步朝这个方向摔，这都是可以的。那很多朋友就纳闷了，那摆步是干什么的？那摆步有的时候对方他不一定是这个腿在前啊，他那个腿在前怎么办？对吧？离得比较远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摆步，你看通过摆步也是撞他膝盖的内侧，这个人的膝盖内侧他也是不受力的，对吧？就起到和刚才是一个的效果。我们先通过摔跤的动作方便大家理解，我们再讲武术套路。那摆步自然就是一撞，对方的腿又回去了，夹过来是吧？来一个家庭摔啊，或者是对方的腿在这儿，那么我们一撞他，是吧？我们同样也是踢的一个动作，把对方踢倒。所以这也是两个方向啊，因为一撞他，我可以朝这进行摔；一撞他，我可以朝这进行摔。因为敌人的反应不一定是怎么样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扣步和摆步的一个用法。在摔跤的过程中，其实比较好理解，是破坏对方的根结。在武术中也是一样啊。你看我们八卦掌为什么要扣步摆步？当我们转掌，转到我们想转掌的时候啊，扣步，这是不是扣步？摆步是不是？再扣步回来。那形意拳的回身也是啊，扣步、摆步、回身也是这样。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用膝盖的转动改变对方的方向。我的膝盖向左，一般来说手都是向右，它俩是反方向的。我膝盖朝这转，带动了我的咱们前面讲的拧果钻翻，带动了身体旋转、小臂旋转，就很容易通过两个滑轮把对方的力量分向两侧。这个你们可能听不懂啊，稍微一听就行了，是不是就拉开了？拉开就能打进去了，然后再接炮拳，咣把人发出去。当我们两个人这样打手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的膝盖一转，手一分，同时也是把对方的这个肩胛打开，打击肋骨也好，打击头部也好，或者是往外撞也好啊，对方都是站不稳的。所以通过膝盖吃根埋根啊，或者有的时候把对方引开之后，你这个膝盖在这扣着，就很容易把对方摔倒啊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就去撞击啊，撞击他，撞这儿，撞这儿，撞这儿，所以它都是一些按腿的动作。所以结合摔跤你比较好理解，它是破坏对方稳定性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扣步和摆步很重要。但是你单独的扣步不管用，一定要配合腰的旋转，你的这个力量才大。例如我们做一个炮拳的一个示范，一掌对方接住，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吃住，你只有通过整个身体旋转，对方才站不稳，你打他才站不稳。但如果你只是别腿，对方顶住，你只是转腿，你转不动啊，对方卡住，你自己还不稳，对方往外劈啊，我自己还不稳了，对吧？就对方打我了，你必须通过整个身体的旋转，你才把对方调整背对，甚至把对方的膝盖跪下去进行打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练三体式自然拳，我们要这样，都是很科学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方方面面，包括我们的宣传能够提高大家的认知，甚至帮大家练出功夫来。但是呢，大家一定要想一想这些原理，这东西都是很科学的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失传了？因为很多老师他也不愿意给大家讲透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宣传视频时间有限，还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提问。